正月初10，曹爽及其核心圈子被夷三族，牵连者多达5000余人。高平陵之变结束，淮南三叛紧接着到来。老爷子司马懿在风烛残年骗完曹爽，骗王陵。面对淮南一叛王陵之叛，老乌龟先是写信安抚王陵，赦免他无罪，紧接着昼夜行军，9日行军1000里，包围王陵。无计可施之下，王陵只能投降。淮南一叛就这样轻松化解了。梳理完王陵，宣皇帝也随之宾天了。哦，不对，是大魏的太傅司马懿同志去世了。尽管天子还是给了司马师足够的尊重，让司马师承接了司马懿的政治遗产，但是此时司马师面临的朝堂异常凶险。在司马师的警惕记里，我们可以一窥朝堂上潜伏着的大佬们以及他们的态度。首先，关于司马师承接司马懿这件事儿，人们认为是伊尹祭足、伊治四世在大魏的表现，而这个伊尹便是与霍光齐名，共同组成行伊霍之事的主人公。简言之，尽管司马懿骗杀曹爽之后低调再低调，在朝野已经把司马懿比作了当年能够废立皇帝的权臣，而刚刚上位的司马师是否会像当年霍光一样令皇帝如芒在背呢？那令皇帝如此难受的霍氏一族，他们最终结局是什么呢？其次，朝廷的人事安排处处充满着危险。都督各大军区的领导名单中上榜的总共5个人，其中竟然有2个直接造了司马家的反，即诸葛诞和冠丘俭，这也是淮南2叛和3叛的主人公。掌管选举的人中，李丰在后来布局意图政变杀灭司马师。智囊集团中，夏侯玄和张吉也参与了反叛司马师的政变之中。简言之，司马师上位之初对于朝廷的控制并非铁板一块，反倒应该是暗流汹涌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司马师的核心诉求就是2个字：求稳。当有人建议可以趁着新帝登基的契机进行改革的时候，司马师拒绝了所有改制的建议，务求保持现状。毕竟上一个谋求改制的曹爽，坟头的草还没长出来呢。一方面求稳，另一方面缺乏事功的司马师就要多给自己刷战功履历了。只可惜司马师决心伐吴，但魏军却被东吴诸葛恪4万破7万，惨遭重大失败，即东关之战。重大失败必须要有人出来承担结果。司马师一方面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安抚笼络人心，另一方面毫不犹豫地削了弟弟司马昭辛辛苦苦攒来的爵位，用以严明纪律。同样，司马师看来自己向朝臣认错，司马昭被削去爵位，东关之战的失利已然画上了句号。当有人还在讨论这件事儿，甚至还试图用东关之战的失败来挑战司马师的权威的时候，司马师随即授意司马昭杀了此人，把反对司马师的苗头扼杀在摇篮中。最后便是中书的官员计划政变诛杀司马师，中书令李丰、光禄大夫张吉密谋拥立夏侯玄辅政，意图剥夺司马师的辅政地位。司马师知道之后大怒，果于杀戮的他在审问李丰时被顶嘴，他甚至直接下手，亲手用刀环把李丰活活砸死。紧接着，司马师对中央的中枢官僚进行残酷的大清洗，可谓是果断狠辣，实在封、吉、敦、贤全部夷三族。此外，同谋的人里面有自己当年浮华团体的领袖大舅哥夏侯玄。司马师对这个亲上加亲的人也是毫不留情，直接处死。弟弟司马昭屡次求情也没有用。最后，由于这次搞他的人是皇帝身边的进士，于是司马师一不做二不休，在254年9月直接废了皇帝曹芳。而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最近的上一个废掉皇帝的人是董卓。也正因为司马师废帝的倒行逆施，立即激起了反对势力，淮南2叛开始了。冠丘俭和文钦在淮南举事。冠丘俭是大魏的人，当年明帝曹睿对冠丘俭确实多加恩宠，眼见着大魏江山不保，朝中好友诸如李丰、夏侯玄又在这次政变中被杀，冠丘俭决定要为祖国做点什么。另一个搭伙的人是文钦。冠丘俭发布讨贼檄文，十分高明地把矛头对准了司马师一个人，言称除了司马师，司马家族任何一个人出来掌权我都愿意。淮南起事就是冲着司马师一个人来的，这下直接把司马师逼到了无路可走，不顾刚做完眼部手术，亲自出来评判。但凡放任家族任何一个人都有危险，万一他们跟冠丘俭联合起来，一起来针对我呢？随后双方在乐家遭遇。
本来中央军清剿地方势力应当如砍菜切瓜一样顺利，但是文钦之子文鸯无比生猛，趁夜偷袭司马师大军。部队最怕夜惊，看到文鸯突然杀入，司马师大惊之下，眼珠子掉了出来。为了不让本来就惊慌的部队陷入更大的恐慌，司马师强忍着剧痛，死死地咬住被子，一声不吭。军中大将看到司马师安睡如常，也渐渐定下心了，开始恢复理智。文鸯冲袭完毕，准备退去，此时司马师竟然还能露着一只空洞的眼眶，指挥诸军进行反击，要求不要放跑了文渊。淮南二叛的结果就是文渊军队投降，文钦、文鸯父子逃亡东吴，关秋俭逃亡时被地方官射杀。当然，淮南二叛还是有结果的，那就是带走了司马师。痛失眼球的司马师让在洛阳监督百官的弟弟司马昭马上前来许昌，准备交接后事。但是没等到弟弟，司马师就去世了。司马师在走上台前的时间并不久，他同父亲司马懿外宽内忌的形象不同，司马师是以严格、坚毅、重法的一个铁腕政治家的形象走上历史舞台。他能够忍受眼珠迸出之痛，咬碎被子仍能指挥军队，这份毅力和坚韧简直冷血到可怕。登台亮相的几年里，中央的反对势力包含亲朋和旧友在内，全部被司马师清洗镇压。在面对权力来源合法性不足、满朝汉臣心向大魏、虎视眈眈的境地下，在经历东关之战惨败、几乎没有任何功绩情况下，司马师狠辣果断地稳固住了权力，扫灭了一批忠于曹魏的反对派，并培养了一批忠于司马氏的政治力量，并突破了政治底线，成功复刻了伊尹、霍光的费力之事。可以说，到警惕司马师去世时，大晋代魏的基础已经被夯实。只可惜忙活到了半生的这份功业，到头来确实给别人做了嫁衣，要全部交到弟弟手里了。也不知道司马师有没有感到些许的不甘心，有没有曾经畅想过未来大晋的模样，只是他没有机会去知道，他残酷镇压之下奠定的大晋将会把华夏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吧。属于司马师的时间只有4年，他从期待中走向台前，又迫不及待地死去。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狠角色，不避讳地说一句，如果司马师不早亡，或许晋朝也不会早亡。他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机器。没登上高位的时候，酷烈的景王曾经有很多朋友，诸如夏侯玄、阮籍。然而夏侯玄作为他幼年的玩伴、老婆的哥哥、青年时的领袖，最终死于司马师的刀下，而且是惨死，夷三族。阮籍曾是司马师的从事郎中，后来眼见天下被他这个窃国大盗堕入沉沦，于是狂饮60天，沉浸在大醉中不愿醒来。他和发妻夏侯徽有着伉俪情深的忠贞感情，却被弟弟编排出毒杀爱妻的惊悚故事。他的挚爱给他生了5个女儿，当挚爱去世之后，他再也生不出一个孩子，导致了西晋初期的政治死局。司马懿太老没有时间，司马昭太小没有威望，能进行改革扶狂政治秩序的人只有司马氏一个人而已。自此以后，世家大族愈发瞧不起司马氏，司马氏也越来越不信任氏族，能够组织建立新的更加和谐的政治集团，并且能够微服善待功臣的集团领袖司马师扔下死局走了。或许司马师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他想起了年轻时的一场梦，里面有曾经浮华党的沙龙会议，有俊朗神似的何晏等人，却都慢慢变成了一段讳莫如深的往事。曾经的亲情友情逐渐走向对立，并最终成为高平陵那晚殊死决斗。最后我们再来个阴暗小故事吧。我们通过时间和线索对比，已经推测出来司马师的妻子夏侯徽大概率不是他杀，应该是死于瘟疫和重病，基本上不存在被毒杀的可能性。但是司马家还真的有类似的毒杀案例。晋书当中记载，2011年的时候，司马懿装病拒绝曹操的征辟，说自己中风了，半身不遂，动不了了。不过有一次晒酿书籍的时候，突然下起大暴雨，司马懿一着急，不由自主地去收书，结果被府中的一个婢女看到此事。司马懿的妻子张春华担心司马懿装病之事泄露出去，招致灾祸，于是亲手杀死婢女灭口，并且亲自下灶烧火做饭。司马懿由此十分看重他。若论毫无道德底线，还是得看我司马懿啊。